泰尔菲娜和玛丽奈特给爸爸妈妈买东西回来，只剩下1公里路就到家了。他们的篮子里装着3块肥皂、1包白糖，还有一副小牛肠。他俩提着篮子前后游荡，嘴里唱着一首好听的歌，咪隆咚，咪隆咚，咪隆咚。他俩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，突然看见一条大狗。大狗低着头走路，身上的毛竖着，嘴唇往外翻，尖利的牙齿闪闪发亮，长长的舌头垂向地面，看样子很凶。它的尾巴猛地摇了一下，开始沿着大路跑起来，却咚的一头撞在树上。狗连退几步，发怒地叫起来。2个小姑娘马上停在路中间，吓得紧紧偎在一起。玛丽奈特还唱着咪隆咚，咪隆咚，咪隆咚，不过声音很轻，还有点颤抖。别怕，狗说，其实正相反，我一点儿也不凶，可是我的眼睛瞎了，非常烦恼。哦，可怜的狗啊，小姑娘说，我们刚才不知道。狗走到2个小姑娘跟前，尾巴摇得更起劲儿了，还用舌头舔她俩的腿，鼻子一个劲儿地闻着篮子。我的遭遇是这样的，狗接着说，不过先让我坐下来歇歇吧，哎，我累死了。小姑娘面对着狗坐在路边的草地上，泰尔菲娜小心谨慎地把篮子放在2腿中间。哎，歇一歇多舒服啊，狗叹口气说。好，还是来讲讲我的遭遇吧。我在眼睛瞎掉之前给一个盲人干活。你们瞧，我脖子上还拴着一根绳呢。我的主人牵着绳，就在昨天我还给他带路。现在我更清楚了，当时我对他多么有用。我领他走的路总是最好走的，遍地开满了山楂花。从农户门前经过的时候，我总是告诉他，这是一家农户。农民给他一块面包，丢给我一根骨头。天要是晚了，我俩就睡在农户谷仓的角落里。主人受欺负的时候，我就保护他。你们都知道，那些吃得肥肥胖胖的狗，甚至那些人，全不怎么喜欢穷苦人，见着就要欺负。可是我不是好惹的，我也拿出厉害颜色来，他们就放我们过去了。我会摆出一副凶恶的样子，来，你们瞧瞧。他张大嘴，呲着牙，眼珠子瞪得滴溜圆，真把2个小姑娘吓坏了。别这样了，曼丽奈特说。这是让你们开开眼，狗说。我不仅这样帮助我的主人，还同他聊天，给他解闷儿呢。当然喽，我只是一只狗，可是说话聊天总能让主人的时间过得快点儿。狗啊，你讲话跟人一样好呢，小姑娘说。你们真好，狗说。天哪，你们篮子里的东西可真香。哦，我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了，讲到我的主人。我想方设法给他的生活提供方便，可是他呢，简直就没有满意的时候。他动不动就为了一点小事儿踢我。可是前天，他开始抚摸我，还非常和气地跟我说话，这让我感到很意外。我觉得让人抚摸是最痛快的事儿了。来，
你们摸摸我试试。狗伸长脖子，大脑袋伸到小姑娘跟前，他俩就抹撒狗的皮毛。这时，狗开始摇尾巴，还喔喔喔的小声叫着。你们真好，能照我说的做。狗又说，不过我还得继续讲下去。我的主人一个劲儿地抚摸我，然后突然对我说，狗啊，你愿意把我的毛病接受过去，替我变成瞎子吗？我想，把他的毛病接受过来，这连最好的朋友也会犹豫的。不管你们怎么看我，反正我跟他说不行。对呀，小姑娘高声说，当然不行了，就应该这么回答。啊，你们想的跟我一样，我真高兴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我没有立刻答应，心里总有点过意不去。没有立刻答应？小姑娘说，狗啊，你难道……别急呀，昨天他对我更和气了，特别亲热地抚摸我。我很惭愧，觉得不该拒绝他。最后嘛，我接受了。他一再向我发誓，我会成为一条幸福的狗。他要给我带路，就像我原先保护他那样。可是，我刚把他的毛病接过来，变成瞎子，他连再见也没说一声，就把我抛弃了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被丢在野外，孤零零的，走路不是撞到树上，就是撞到石头上。刚才我闻到有小牛肉的味儿，又听到2个小姑娘唱歌，心里就想，也许她们不会赶我走吧。我们不会赶你的，小姑娘说，你找我们算找对了。狗松了一口气，闻了闻篮子，又说，我非常饿，你们拿的是不是小牛肉？是小牛肠，泰尔菲娜说。但是狗啊，你要知道，这是我们给爸爸妈妈买的东西，不是我俩的。那我最好别去想它了，想不想都一样，它一定非常好吃。我还要问一下，你们愿意带我去见你们的父母吗？他们要是不能收留我，起码会给我一根骨头啃吧，还兴许给我一碗汤喝，留我今天住一宿呢。姐妹俩愿意把狗带回家，还特别希望把它永远留在家里。她们只是有点担心，不知道爸爸妈妈会怎么对待它。还有一件事儿不好办，猫在家里很专横，添一条狗进来，猫也许不会给好脸色。走吧，泰尔菲娜说，我们尽量想办法把你留下。他们3个刚刚站起来，小姑娘就看见路上来了个强盗。这个强盗经常在这一带活动，专门堵截买东西的孩子，抢走他们的篮子。就是他，曼琳奈特说，那个抢东西的人。别怕，狗说，我去呲牙，吓唬吓唬他，让他断了念头，不敢来打你们的主意。那人大步流星地走过来，望着小姑娘篮子里的东西，高兴得直搓手。可是他看到狗的凶样，又听见狗的吼叫声，就不再搓手了。他从路的另一边走过去，还摘了一下帽子致意。等那人走远了，狗说，你们瞧，我虽然眼睛瞎了，可是还有用处啊。2个小姑娘轮流牵着狗的套绳，狗很高兴地跟着走。我同你们多么合得来呀，
狗说。对了，我还没问呢，小姑娘们，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牵绳子的是我妹妹，叫 Marinette， 头发就属她好看，是金黄色的。狗停下来嗅了嗅 Marinette。好了 Marinette， 狗说，我能认出你来了。我姐姐叫泰尔菲娜。金头发的小姑娘也介绍说，好，泰尔菲娜，我不会忘记了。我跟我原先的主人走了许多地方，见过不少小姑娘。可是说心里话，谁的名字也没有泰尔菲娜、Marinette 这两个名字美。两个小姑娘不禁脸红起来，可是狗看不见，还连声赞美他俩。狗想，他俩的声音非常悦耳，也一定非常懂事儿。要不买小牛肠这么重要的事情，爸爸妈妈怎么能派他们去呢？我不清楚小牛肠是不是你们挑选的，可是我敢肯定是你们挑的，它特别香。狗说来说去，老提起小牛肠，毫不感到续烦。它还总把鼻尖儿往篮子上触，因为看不见，它好几次跑到 Marinette 的两腿之间，差点把它绊倒。我说狗啊，泰尔菲娜对他说，你别再想小牛肠了好不好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东西要是我的，我就情愿给你吃了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不能这样做。我们要是不把小牛肠拿回家，爸爸妈妈会说什么呢？当然喽，他们会骂你们的。狗说，我们也得照实说是你吃的，他们就会把你赶走，不留你住了。他们兴许还会打你呢。Marinette 补上了一句。你们说得对，狗赞同说。不过，你们不要以为我嘴馋才提小牛肠，我是随便说说，不是要你们给我吃，我根本没这个意思。而且，我对小牛肠也不感兴趣，它是个好东西，这没得说。可是，我觉得它有缺陷，就是没有骨头。桌子上要是端上小牛肠，主人就会全部吃光，一点儿也不会给狗剩下。说着说着，小姑娘和瞎狗到了家。头一个看见他们的是猫。猫像平时生气那样，弓起背，竖起毛，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。接着，猫跑到厨房对主人说，快瞧，小姑娘牵回一条狗来，我呀可不大喜欢这样。一条狗？主人说，真的吗？主人走到院子一看，猫果然没有说谎。这条狗你们是怎么弄来的？父亲生气地问。为什么把它带到家里来？这条狗很可怜，它的眼睛瞎了。小姑娘回答说，它一跑，脑袋就撞到路边的树上，可怜极了。那不管，我不是禁止你们跟陌生人说话吗？这时，狗向前迈了一步，点头打过招呼后，他对小姑娘的父母说，我明白了，你们家里不能收留一条瞎狗，我这就离开。走之前，请允许我夸你们的女儿几句。她们非常聪明，非常听话。刚才我在路上游荡，没有看见她们，却闻到小牛肠的香味儿。因为我从昨天起就没吃东西，很想吃小牛肠。可是他俩却不准我碰篮子。当然，我的样子一定是挺凶的。你们知道他俩是怎么对我说的吗？
他们说，小牛肠是给爸爸妈妈买的，是爸爸妈妈的东西就不能给狗。这就是他们俩的话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可是我碰上这么懂事儿、这么听话的小姑娘，就不觉得饿了。我心想，他们的父母可真有福气。妈妈冲着女儿微笑，爸爸听了狗夸他女儿的话，也非常得意。在这方面，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父亲说，他俩是好姑娘。我刚才说他们，是让他们当心，别接触坏人。他们把你领回家来，我挺高兴的。等一下，你可以喝一碗很好的汤。今天晚上还可以住在这儿。我倒要问你，你的眼睛是怎么瞎的？怎么自己跑到路上去了？于是，狗把他的经历又讲了一遍，说他把主人的毛病接过来之后，却被主人抛弃了。小姑娘的爸爸妈妈听了，显然很受感动。你是一条最好的狗，小姑娘的父亲说，我只能责备你心肠好得过分了。你就住在这里吧，随便住多长时间都行。我给你搭一个舒服的窝，每天你都会有汤喝，当然还有骨头啃。你到过很多地方，就给我们讲讲那些地方吧，我们听了也长长见识。听了爸爸妈妈的话，两个小姑娘快活的脸都红了。猫也特别受感动，它不再把身上的毛竖起来，也不再咬牙切齿了，而是非常友好地看着狗。我太高兴了，狗叹了口气说，真没想到，我被原先的主人抛弃以后，遇到这样热情接待我的人家。你原先碰到了一个坏主人，孩子的爸爸说，他是个很心肠的人，自私的人，忘恩负义的人。不过他要当心，别从我的门前经过。要是他从这儿过，我非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。我要让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。狗摇了摇头，叹口气说，哎，现在我的主人大概已经受到很重的惩罚了。我不是说他因为抛弃我而受到良心上的责备。他现在不是瞎子了，就得靠劳动过活。但是我可以肯定，他非常留恋过去的好日子。那时候他什么也不干，只是让我带着到处走，等待过路的人施舍面包。不瞒你们说，我现在还真为他的命运担心呢，因为我想，世上没有比他更懒的人了。猫听到这里，咯咯地笑起来，觉得狗太傻了。主人把它丢弃了，它还为主人操那么多心做什么？孩子的父母也是这样想的，而且照直说了出来。真是的，这狗吃了苦头，还没有学乖点，看来它是变不了了。狗听了这话，惭愧地耷拉下耳朵。两个小姑娘却搂住它的脖子。玛丽奈特盯着猫说道，这是因为它心眼好，可是你呢？猫啊，你先别笑，你最好也学着心肠好些。跟你玩的时候，你不要用爪子把我们抓伤，省得爸爸妈妈罚我们站。泰尔菲娜补充说，昨天晚上你还抓我们来着。玛丽奈特又说。猫也感到惭愧了，它阴沉着脸
转身离开小姑娘，摇摇摆摆地回屋里去了。他到了屋里还在嘀咕，说别人对他不公道，他抓人是闹着玩，根本不是故意的。他说自己跟狗一样善良，也许比狗还善良呢。小姑娘们觉得身边有一条狗非常快活，她俩去买东西时就对狗说：狗啊，你跟我们去买东西好吗？当然好了，狗回答说，快给我拴上脖套吧。于是泰尔菲娜给狗拴上脖套，玛丽奈特牵着绳子，或者反过来，三个就一道去买东西了。路上，小姑娘看见草地上走过一群奶牛，天上飘过一朵云彩，都要告诉狗。狗眼睛看不见，经小姑娘一讲解，觉得挺高兴。但是小姑娘看到的东西有时候说不上是什么，狗就向他们提问题。起码告诉我那些鸟是什么颜色，嘴是什么形状啊？是这样，最大的那个背上的羽毛是黄的，翅膀是黑的，尾巴有黑的有黄的。哦，那是黄鹂，一会儿你们就会听见它们唱歌的。可是黄鹂不是说唱就唱的，狗为了向小姑娘解释，就模仿黄鹂的歌声，但是发出来的还是一阵狗叫声，简直滑稽透了，逗得小姑娘停下脚步，笑个不停。有几次，一只兔子或者一只狐狸从树林边上跑过去，狗就用鼻子贴着地面，一边嗅着一边说：我闻出来了，有一只野兔，你们瞧瞧那边。一路上他们几乎笑个不停，有时候他们比赛跳着走，各自抬起一只脚，看谁跳得快。最后总是狗跳在最前面，因为它抬起一个爪子，还有3只脚呢。这样不公平，小姑娘说，要用1只脚跳。当然公平了，狗回答说，像你们那样的大脚，跳起来不费劲儿啊。狗陪着小姑娘去买东西，猫看了，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儿。它对狗特别友好，想从早到晚挨着狗睡觉。泰尔菲娜和玛丽奈特去上学的时候，猫和狗几乎形影不离。碰到下雨天，他俩就待在狗窝里闲聊，再不就紧靠在一块儿睡觉。可是天气好的时候，狗总是想往野外跑，就对他的朋友说：猫啊，你这个大懒蛋，起来，出去走走。呼噜呼噜，猫打着呼噜。来呀，你来给我指路。狗说：呼噜呼噜。猫还打着呼噜，它是在开玩笑。你是想让我相信你在睡觉吧？我呀，就知道你没睡。哦，我明白你想干什么。来吧。狗蹲下来，猫爬到它背上坐稳，两个就一同出去了。一直朝前走，猫说，往左拐。真的，你要是累了，我可以下来走。可是狗几乎从来不知道累。他说，猫比鸽子的一根羽毛重不了多少。他俩穿过田地，穿过草场，一路谈论这家农户的生活，谈论2个小姑娘和他们的父母。
这一时期，猫虽然有时还抓伤泰尔菲娜或者玛丽奈特，可是它的确变好了。它总是关心它的朋友，问狗对生活满不满意，吃得饱不饱，睡得好不好。狗啊，你在这儿过得高兴吗？猫问狗说。哦，当然高兴了。狗叹了口气说，在这儿没说的，大家都非常好。你嘴上说高兴，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有心事。没有啊，保证没有。狗否认说。你还想念你原来的主人吗？猫问。不想。猫啊，说心里话，我甚至应当承认，我还有点怨恨他呢。生活的快乐，有好朋友，看来也不顶事儿，难免要后悔自己的眼睛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猫叹息着说。有一天，两个小姑娘问狗，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买东西。猫情绪不好，在一旁对他俩说，要买东西自己去好了，何必让一条瞎狗陪着，疯疯癫癫的。小姑娘们一听这话，只是咯咯地笑起来。玛丽奈特还请猫陪他们去。猫撇了撇嘴，从头到脚打量他一番，回答说，哼，我是只猫，好像还真能去买东西似的。我还以为你愿意去呢，玛丽奈特说，不愿意去就算了，留在家里好了。泰尔菲娜见猫生气了，就弯下腰去抚摸它，猫却伸出爪子一抓，把泰尔菲娜的手抓出血来了。玛丽奈特见姐姐被抓伤，非常生气，她也弯下腰去，揪着猫的胡子说，这只老猫，我从来没见过比你还坏的动物。是吗？猫回敬他一爪子，说道，这是你自找的，活该。哎呀，他把我也抓伤了。对呀，我把你抓伤了，我还要告诉主人去呢，说你揪我的胡子，好让他们罚你站。猫说着，便向房门跑去。狗眼睛看不见，可是很难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它严厉地对猫说，猫啊，真的，我原先不知道你这么坏。我不能不承认，小姑娘说得对，你是一只坏猫。哼，我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不满意。小姑娘们，别理他，咱们去买东西。猫听了狗的话，非常惭愧，一时回答不上来，还没说出一句抱歉的话，就眼看着他们走了。走到大路上，狗还回头冲着猫喊，我一点儿也不满意。猫愣在院子当中，心里非常难过。它现在完全明白，不该用爪子抓人，这种行为不好。他想到狗不再喜欢它，把它看成是只坏猫，心里就特别难受。他独自跑到谷仓，整天躺在那里，心里难受极了。他一直在想，其实我心肠很好，就算抓伤了人也是无意的，而且抓伤人以后我就后悔了，这足以证明我的心肠好。可是怎么让他了解这一点呢？傍晚，他听见小姑娘们买东西回来，也没敢露面，仍然躲在谷仓里。他从天窗伸出头向外张望，看见狗在院子里打转转，
嘴里还叽咕着。怎么听不见猫的动静，也闻不到它的气味呢？小姑娘们，你们见着它了吗？哼，没看见。玛丽奈特回答说，还是看不见的好，它太坏了。哎，这倒是。狗叹口气说，看他刚才干的事儿，真没法说他好。猫痛苦极了，他真想把脑袋探出天窗，冲他们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心眼儿很好。可是他什么也没敢讲，因为他想，说这话没用，狗不见得会相信他。他折腾了一个通宵没合眼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从谷仓里出来，眼睛红红的，胡子也耷拉着，到狗窝里去找狗。他坐到狗的对面，胆怯地对狗说，早上好，狗，是我，猫。你好，你好。狗还有点气哼哼地说，你一夜没睡好吗，狗？看你愁眉苦脸的。哪里，我睡得很好。可是我一醒来，睁开眼睛看不见，总感到不痛快。就是嘛，猫说，你眼睛看不见，我也挺烦恼的。这事儿我想过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就把你的毛病给我，我可以代替你瞎眼，就像你替你主人瞎眼一样。乍一听这话，狗非常感动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想流眼泪。猫啊，你真好。狗结结巴巴地说，我不愿意，你的心眼太好了。猫听狗这样说，激动得浑身直发抖。它怎么也想不到，心地善良能有这么大的快乐。就这样吧，我来接过你的残疾。猫说，不行。狗不答应，我不愿意。狗还争辩，说他眼睛看不见，差不多已经习惯了。他有不少朋友，能够使他生活幸福。但是猫不肯让步，回答他说，你呀，狗，你需要有一双好眼睛，在家里还能顶个用。请问，我的眼睛看得清楚有什么用呢？我是个懒蛋，就愿意在太阳底下或者火炉旁边睡觉。说老实话，我的眼睛差不多总是闭着的，这还不是跟瞎子一样？就是瞎了，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。猫说的句句在理，态度十分坚决。狗最后接受了他的恳求。说换就换，他们在狗窝里就把眼睛换了。狗重见光明，头一句话就是拼命的高叫，猫的心眼儿真好，猫的心眼儿真好。小姑娘们跑到院子里来，问明了情况，便流着眼泪吻着猫，不住嘴地说，你真好，你真好。可是猫呢，这时却低下头，为自己有副好心肠而感到幸福。它甚至没有发觉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了。狗自从恢复了视力之后，就忙得不可开交，除了中午和晚上，根本没有一点功夫进窝里歇一歇。白天，它不是去看着牲口吃草，就是在路上，在树林里跟着主人走，因为总是有人带它出门。虽然忙，它没有一句怨言，而且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。他一回想起从前领着头一个主人走村串户的情形，就庆幸自己因祸得福，碰上这户人家。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，让猫趴在自己背上，
驮着它到田野里兜一圈。对猫来说，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。他的朋友告诉他，一天都忙些什么，还总忘不了向他表示感谢，而且还有点可怜他。猫说这没什么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他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有点悲伤，觉得眼睛看得见是很快活的。他现在成了瞎子，别人就不大管他了。当然，小姑娘们还把他抱在膝上抚摸他。可是他们认为跟着狗跑跑跳跳更有意思，就没有一种游戏能让一只瞎猫一块玩的。猫想是这么想，但并不后悔。他觉得他的朋友狗现在幸福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它的确是一只非常善良的猫。白天一整天也没个人跟它说话，它就在阳光下火炉旁尽量睡觉，嘴里不住地咕噜着，呼噜呼噜，我心眼好，呼噜呼噜，我心眼好。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天气很热，猫到地窖最底下的一蹬台阶上乘凉，还像平时一样呼噜呼噜。突然，它感到有个东西在动弹，碰到了它的胡须。它不用问就知道是一只小耗子，就一爪子把耗子抓住。小耗子吓懵了，逃都不敢逃。猫先生，耗子说，放了我吧，我是个小耗子，刚才迷路了。小耗子，猫说，好啊，让我来把你吃掉吧。猫先生，你要是不吃掉我，我向你保证，永远服从您。不行，还是吃掉你痛快。除非什么呢，猫先生？告诉你吧，是这样，我是个瞎子，你要是同意把我的残疾换到你身上，替我变成瞎子，我就饶你一条小命，你可以在院子里随便走，我还亲自给你吃的。总而言之，你变成瞎子来换取自己的性命是非常划算的。你总是心惊胆战，就怕落到我的爪子底下，这回就可以安生了。小耗子还是犹豫不决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向猫表示歉意。猫和气地回答说，好好考虑考虑，小耗子，不要随便做出决定，我不那么着急，几分钟总是可以等的。我首先要求的就是完全由你自己做主。是的，耗子说，不过我要是说不行，您会吃了我吗？那当然了，小耗子，那当然了。那我还是变成瞎子吧，总比被吃掉强。泰尔菲娜和玛丽奈特中午放学回来，看见一只小老鼠在猫的胯下一起在院子里散步，觉得非常奇怪。他俩听说小老鼠是瞎子，猫不瞎了，就越发奇怪了。这只小动物很好，猫说，它心地很善良，请你们好好照顾它。放心吧，两个小姑娘说，它什么也不会缺，我们会给它吃的，还给它做一张床，晚上睡觉。狗也回家了，见他朋友的眼睛治好了，高兴极了，在小老鼠面前都掩饰不住他快活的心情。猫就是非常善良。狗说，瞧，它今天得到好报了。真的，小姑娘说，
他原先就善良。真的，猫低声说，我原先就很善良。哼哼，小老鼠在一旁说。有个星期天，两个小姑娘带着小老鼠在院子里散步，狗躺在猫身边打盹儿。突然，它神色慌张地用鼻子使劲地嗅起来，接着便叫着跳起来朝小路跑去。只见一个流浪汉，脸瘦得皮包骨头，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，拖着脚步疲惫地走过来。他打门前经过，朝院子里望了一眼，看见狗，不觉一愣。他毫不迟疑地走向前，低声说：狗啊，你闻闻我，你认不出我了吗？怎么会认不出呢？狗垂下脑袋说：您是我过去的主人。狗啊，我对不起你啊，不过你要是知道我心里有多么痛苦，多么后悔，你肯定会原谅我的。我已经原谅您了，您还是走吧。自从我的眼睛好了以后，我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幸的人。我这人太懒，下不了决心干活，结果1个星期能吃上1顿饭就算好的了。从前我眼睛瞎着的时候，用不着干活，有人给我吃，留我过夜，他们都可怜我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咱们挺幸福的。狗啊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再把我的残疾从你身上收回来，重新变成瞎子，你还给我带路。您原先也许是挺幸福的，狗回答说，可是我呢，我可不大幸福。我对您那么好，那么亲热，您对我却动不动拳打脚踢，这您都忘了吗？您是个坏主人，我找到好主人之后，这点体会就更深了。我一点儿也不记恨你，但是别指望我再给您带路了。再说，我的残疾您也讨不回去了，我现在不是瞎子了。这里的猫心肠非常好，代替我瞎了。后来，那人不等狗说完，就急忙走开，嘴里还骂他是条坏狗。他又去找猫，见猫正躺在狗窝门口打呼噜，就伸手摸摸猫的胡须，说道：可怜的老猫，你多不幸啊！呼噜呼噜，猫还呼噜个不停。我敢说，你要能得到一双好眼睛，付出多大代价都肯干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来替你当瞎子。反过来，你给我带路，就像从前狗给我带路那样。猫把眼睛睁得滴溜圆，回答说：我如果还是个瞎子，也许会同意的。可是自从小耗子把我的残疾接过去后，我就不瞎了。小耗子是个心肠非常好的动物，您要是愿意，找他去说说，他不会拒绝您的。瞧，他正在那块石头上睡觉呢。刚才小姑娘领他散完步，就让他躺在石头上了。那人犹豫了，要不要去找小老鼠？小老鼠能帮他吗？可是他实在太懒了，一想到必须干活才能挣口面包吃，简直受不了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去找小老鼠。他哈下腰，轻轻地对老鼠说：可怜的耗子，你真叫人同情。哦，对呀，先生，老鼠说，
小姑娘对我很好，狗也一样。可是我还是愿意看得见东西。你愿意我来替你瞎吗？愿意呀，先生。反过来，你要给我当向导，我在你的脖子上拴根绳子，你来给我带路。这事儿不难，小老鼠说，我领着您，您要上哪儿都行。小姑娘同狗和猫在大门口并排站着，看着那人跟老鼠换了眼睛之后，牵着小老鼠的绳子跟在后边上路了。他走得很慢，脚也不知道往哪儿迈，因为老鼠身体太小，使出全身的劲儿，绳子也拉不太直。瞎子稍微一拉，就把可怜的小老鼠拉得四脚朝天，可他却没有察觉。泰尔菲娜、玛丽奈特和猫对他俩又担心又可怜，不停地大声叹气。狗看见那人绊在路边的石头上，每走一步都在犹豫，狗急得四条腿直发抖。小姑娘拉着狗的脖套，抚摸它的脑袋，可是它猛地挣脱，一直朝瞎子跑去。狗啊，狗啊！小姑娘们喊，狗啊，回来！猫也高喊。狗一直朝前跑去，反复什么也没听见。当瞎子把绳子套到他的脖子上，他便头也没回就走远了。他没有回头，是不忍心看小姑娘和猫流泪。